这期视频的主人公一猫是一位来自北京的大妞，18岁时来到了加拿大，如今已经生活在这里18年了。是什么原因让她放弃了稳定的工作，开始创业经营猫舍呢？这小猫都是不同的年纪是吗？对，他们这有3窝，有1个月左右的、2个月左右的，还有3个月左右的。现在3个月左右，像他们已经做完了所有的打针、疫苗，然后现在在休养阶段。等休养差不多了以后，就可以去新家了。就是已经都是有爸爸妈妈预定好的。他们大概多大岁数才可以送出去？一般正规的 breeder 会在大概3个半月左右是一个时间段。3个半月。因为在这边合理合法做最早的这个就是绝育是在3个月左右。所以我们是3个月去做绝育，做完绝育一般公猫需要1周的时间，母猫是2周的时间，他们就基本上就是线上都可以缝合，所有伤口就好了。然后我们是基本上把家里就是可以把它所有的 healthcare 全部第1年做完，我们才会送去新猫家长。然后像这种小猫的话，在加拿大这边的大概售价是多少？这个要看 breeder， 每个 breeder 会价格不一样，也要根据他们本身这个猫的品相。我们家的价格是从2400块钱一只，到3500块钱一只不等。然后呢，这些价钱呢，当然就是已经包括了所有的繁育的中间的 cost。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就是最大的 cost 其实就是兽医。兽医那方面，他们从小到做完绝育，就是所有的一只猫平均下来的成本大概在1000块钱一只左右。在加拿大的这边的成本是特别的高。你是在国内读书的是吧？读过大学吗？没有，我是在这边，我是国内就是这边挺有名的一个学校叫中加，在国内，我是中加毕业的，就是去那边的人基本上全是来加拿大。中加是个大学还是一个高中？高中啊，在哪个城市？在我是北京中加是第一批，就前几批，然后后来有一个深圳中加，这个中加可能在国内还是挺有名气的，它就是原来人家所谓是贵族学校，其实后来就是像那种收费标准的学校，其实已经很多了，它就是全部是所有进到那里面的人，全部是目的性就是输入来到加拿大。所以基本上进去的小孩子，就是我们的教育啊就会不太一样，可能英文会学的比较多一点，然后对，就是教你怎么去跟社会应对的话，教的会比较多一点，但实际的就是文科知识、理科知识相对于就会比较少。你是在北京读完高中之后，直接就过来这边读大学了？这个高中就是全部输入到加拿大，所以他会给你安排好哪一个大学可以 apply。然后你直接在学校，他们就帮你全部 apply 好，就会收到这个录取通知书，在国内的时候，然后就你自己选择大学，然后就过来就好了。那你过来读的是在渥太华这边的大学吗？对，我在卡尔顿先读语言嘛，然后考试，然后再读语言，然后就在这边上课。我学的是 environmental science， 就是环境科学。当时是抱着一股就是怎么了？猫，我看你已经把腿都盘上去了，抓我的脚。你会经常发现呜呜的声音。没事，它开始抓我的脚。对。没事，继续聊你的专业。对。然后学的 environmental science， 当时就是想当个科学家嘛，然后就是会有这种抱负，然后在这边读书，读了加上语言，再加上这个上学本科，一共读了可能是5年还是6年左右的时间。你上了5、6年，那你是来这里一共多久了？哎呦，我可早了，我是06年来的。06年啊，我是06年来的。快20年了，对，18年。对，我18岁来的，基本上我大好青春全部是在加拿大这边。上完学以后就正常去想要找工作，但实际上就是我读完的专业跟我最后想要找的工作到实际中碰到的问题，就是完全是感觉就是自己之前没有想到的，因为你出来的时候是一个国际学生。实际上是很难能 apply 到政府的工作啊，除非你有考 op 的很好的考 op 的机会。但是我们那个专业，就是我知道的，我前2年和后2年我是唯一的一个中国人。就是首先就毕业就已经很困难了啊，就是因为没有办法
抄作业，这个话能说我也不知道，就是没有人去跟你商量啊，对吧？没有办法抄作业啊，就是所有东西都要靠自己一路打拼下来，然后出来以后又发现，那你没有身份。那你其实去 environmental science 最多的时候就要去政府机构，那政府机构又不可能收我们，是因为是国际学生，你的身份是不符合，你起码是要移民或者公民，所以这件事情等于就耽误下来了，就没有最后真的找到过任何一个对口的工作，所以这么多年就是属于一直是在销售行业做，就是因为首先销售行业可能最开始门槛比较低，那当你做到一段时间，就是积攒了一些人脉啊，不管是就是你的客户啊，还是你的就是不管是甲方还是乙方，你可能就是积攒客户比较多，然后就是人脉也比较好的时候，就是想继续做下去，所以就是基本上一直在销售行业在做。之前有做过就是报纸的招商广告，原来在健康时报有上过班，然后保险也做过，就是各种销售类型的东西都有涉及过。但是你后来拿了身份之后，也没有想过再重操旧业，从事你的原本这个专业？哎呀，就是人已经拖出来这一部分了以后，你感觉就是没有心气儿再重新就是去发简历去找这些你会觉得比较复杂的事情，然后也就没有，因为我还是一个比较外向的人，可能更喜欢去每天跟不同的人打交道，不同的事情打交道，每天希望有不同的挑战，然后有一些比较新鲜的事物可以去让我去每天做，不喜欢就是很 boring， 每天在办公室里面啊做一些就是重复性的工作，对，所以就也没有最后去那什么，因为其实你移完民以后啊，顺利在加拿大移完民，你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对，你就可能就不需要把自己局限在之前一定要找政府的上班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自己想怎么快乐怎么生活吧，怎么你觉得比较舒服怎么生活。我也是因为做这个生意才开始买了一个电车，因为整天要送货。哦，你这个是个电车？要么现在这个油费这么贵，哪送得起货？对，油费太贵了。而且现在大家都比较卷嘛，这个起送都是标准是越定越低。所以送的是什么东西？猫砂啊，猫砂。我们家最开始我是新做的猫舍嘛，然后做了猫舍以后呢，就是发现大家有这个需求，并且在这边呢普遍的价格比较高，那我就这边想做出一款自己猫舍品牌的猫砂。这是你自己的品牌？对，我们自己的配方，自己的品牌。你是在这边制作，在加拿大制作的吗？在中国制作的，然后海运过来的。我们走的是集装箱。现在的所有生意都你一个人来做啊？基本上是因为，这个事情因为我老公前一段时间1年多前出了个事儿，他就是出了他那个 snowmobile， 出事了，就是翻车了，然后造成了脑损伤，他等于是在 ICU 就待了将近4个月。当时就说能活下来就是已经是个奇迹，但是他就属于还是恢复的真的是还不错，越恢复越好。有的时候他现在可以帮我搬一搬东西了，但是就是体力上的活他可能最近能帮上一些，但是其他方面的东西还暂时是要靠我一个人在弄。所以也就是因为他生病了，才激发了我这个想要做事业的潜力。其实我之前也是比较躺平的一个人，就是之前我在 Costco 上班，然后呢在经营着猫舍，就觉得已经挺不错的了。那后来就发现没有办法，不够养家呀。你现在是全职在经营这个是吧？对，我现在就是全职做猫舍，再加上这个猫周边的产品。现在还是在一个非常算起步的阶段吧。我们的货也是将近2个多月前才开始到的，所以呢，我等于这边又要顾着猫舍的生意，然后又要顾着我老公的康复，对吧？然后还要顾着这个产品这一边。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是基本上没有什么自己的时间。对，可以想象哈，可以想象，事业起步全是一个人操劳，对，挺难的。我的时间可能大家听起来都很搞笑，因为大家都发现，我怎么24小时都能找到你？我是基本上早上起来以后，白天是忙我老公的事情，然后呢，到下午到晚上吃饭之前呢，是忙着去弄猫舍的事情，然后呢，等吃完饭呢就去送货。送完货，半夜等老公睡了以后，12点到凌晨6点是我自己的时间，可以开始做这个网店这边的东西。基本上就是每天就是一个高运转的这个
轮轴转的这么一个阶段吧，就是一个状态，还是挺累。但是好在做的这个行业是自己喜欢的这个行业，好在这个为宠物我可以为爱发电，因为你一想到你客人给你的反馈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你的产品能帮到大家，其实在我内心中真的是一件非常欣慰的事情。那你感觉在加拿大创业的话难不难？我觉得入门相对于是简单的，但是想要做得精做得好，是需要一段时间去积累的。只能说这么说。而且加拿大大家也都知道，这边的税收也是比较重。对吧？我们像这个做猫舍和做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就是如果你收入稍微高一点，你基本上你30%，将近可能到40%都是去交税了。那你可能自己剩下的就不一定要很多，就是说可能你各个方面卡你的东西是比较多的，你想要做到精尖好是比较困难，相对于就是，但是这个话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说啊，可能我觉得在国内可能有一些空子是可以钻，或者有一些法律的边缘是可以触及，但这边的 restriction 就会很多，可能就是你很难，就我感觉是政府没有办法让你发挥到你真的想要发挥的地方。就很简单，我家你看我家其实住得蛮远的，就是非常远，对啊，开过来感觉就这边都已经农村了，对，就是我原来是住在城里，住在 Canada，那为什么就是 Canada 的房子就是后来一定要搬到这边来住？就是这边有这个相对于的法律规定，你养猫。养狗是3只，养猫是5只，超过5只以上，那我们家以前的房子就是 legally 就是不让养猫的了。对，是公寓吗？house， 我之前是不让养的，就是家里猫跟狗 combination 加在一起不能超过5只。我不知道，我没有具体想是到底是哺乳类动物还是说只是猫加狗，但是我知道猫加狗在一起是5只是不能超过，但是不包括这个小猫是不算在里面的。所以你看我们就是繁育想要再往上阶做一点，想种猫稍微多一点，现在像我们是9只种猫的情况下，你就必须要买一套新的房子，搬到这个就是他们规定是 agriculture 的这种地才可以进行这个猫狗的繁育。而且它有一项法律规定可能还比较那什么，它就是猫跟狗的要求是一样的。像比如说我们要再往上养殖的话，就是要求是要有3个 acre 以上的地。所以对于就是 breeder 来讲，就是我们这个行业来讲，其实你的投资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你想你买一个豪宅，一个大房子，一个农场是一个什么样的价钱，可能你是前期是几10万的投入。但是这个东西可能相对于在国内，就是对这些的要求就没有这么严格。我从来没有见过在国内就是说跟你说哪个房子是不能养猫，你一个出租房也可以养，这边出租房是绝对是不可以的，必须是你 own 的房子才是可以的，就自己买的那个，自己在的才可以。对，是不能是租房的，而且是不能在城里的房子。不是人家那个 apartment 人家租的，我看有很多养猫养狗的呀，对呀，那个是可以的，是吧？就是你做 business， 就是养5只以上是不让的。是这个是有数量限制的。对，是有数量限制的，是有数量限制的。而且你就是做 business， 我们要申请 license， 像这个 Health Canada 他们都会就是定期会来我们家里去做卫生检查，然后去检查就是猫舍的状态，给他们就是给每只猫猫的生活空间是不是够。他们会有具体的平米要求，像好像是猫，因为我们家肯定是大于这个，所以我就没有去具体记，应该是猫是要4个平方米以上，然后它又对高度，就是如果你是笼养的话，对高度也是有一定限制。所以就是说在各个方面，就是在加纳这边他会把你卡到比较的，当然是人性化多一点，但是也会卡到让你就是可能很难去把它变现很多钱。他们今天还真没在。这是你刚买的仓库还是租的还是买的？这个是我们合伙一起的，就是下面等于就是我先给你开灯啊，下面是车行，上面是我们搭出来的货仓。等于是我们是上面现在堆货物，然后这边上面就是要建一个 office。
因为在加拿大，其实做一个 business 成本很高。你像做这么一个 warehouse， 一个月就这一个空间，大概一个月租金要在12000左右。12000啊！12000左右。所以你说就是真的，我们是租一个空间去做这个 storage， 其实是一个很不现实的问题。像我们上次我不知道有没有提到啊，就是说我大概这么多货物，如果是一整年不轮转，就是一直在那的话，大概一年的费用是在4万刀左右。所以就是说，在加拿大其实还是很多 business 成本还是比较高，所以我们唯一能想的办法就是跟其他的 business 合在一起，那他们等于是用1层，我们等于是用2层，这样的话大家可以等于算是 share 一个 cost。可能这个角度就能看得比较清楚。我们上边那边是自动猫砂盆，然后猫的自动喂食器，然后宠物机器人，然后我们做猫砂的生意，就是基本上是猫猫狗狗的周边的产品吧，都是从国内进过来的一些。对，现在国内的宠物技术说真的是已经远超北美，起码不说10年吧，5年是有的。这些最新的技术、最新的这个电子产品，全部都是从国内过来的。而且，其实我觉得北美人大家是对 Made in China 的产品现在是有一个不同的视角。其实好的产品都是 Made in China。但是同时，我们也有发现，就在跟厂商交流中也有发现，他们是有区别对待这个所谓出口货物和内销货物的。所以我们要的所有的产品都是出口等级的，所以其实就是我们的成本价会比国内的卖家还高，因为他们对于出口的标准是很好。就比如说我们的烘干箱里面的电机，所有里面的任何的 parts， 小到1颗螺丝，出口的标准都是跟国内内销是不一样的，质量会更高一些，会更高。因为他们也是会担心说你卖到国外以后，那有人家品牌自己的首先的这个名声在那里嘛。第二就是我们不想要有太多售后方面的问题。如果像按照国内的标准，他们很多国内的标准都是，就是按照你1年2年就会坏掉，因为它质保就是这样。但是我们这边要求他们起码是到就是这个期间是能轮到3年到5年左右的时间这样子。我相信国内的很多网友有很多也对宠物很感兴趣，他们也很爱宠物。如果说他们想来到加拿大创业，从事宠物相关的这个行业，首先他大概需要准备多少资金，然后才能把这个基本上给运营下来，然后其次大概经过多久才开始有回报。在你了解的话，在渥太华这个从事宠物行业的平均下来或每年或每个月大概的收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你清楚吗？我是这样，就是说你说准备要多少资金的问题，就是看你的店大店小嘛。如果你想开一家宠物店，大概你起始资金如果是租的店哈，大概有个4万到6万加币就是够的了。当然你还要有一些周转资金嘛，可能你打个7、8万比较就已经算是还可以，就是一家小小的店就可以了。有个7、8万就能开张了。对。然后如果你要是有做 grooming service 的话，就稍微有一点麻烦，你要去考 license， 要考这个国际的这个 grooming 的 license。grooming 是就是算是给猫狗洗浴，给他们做剪毛。但是这一个行业是我完全没有涉足的哈，但是是一个可能是我想投资，或者说我想找人跟我一起做的一个行业。因为这个在于加拿大这边，就是给猫狗洗澡，给他们做造型，给他们做这个平常的日常的修剪指甲，然后清理这个泪腺呀，然后开结呀，给他们做这些美容方面的东西是一个刚需。这边大部分就是家长是不愿意在家自己做的。那可能如果你要是你的宠物店想有这么一部分的话，可能起码要准备个10万块钱是差不多的。但是这个应该是以我了解啊，就是回本是很快的。回本很快。但是就很辛苦，很辛苦一个，因为你一直要剪嘛，一直要就是弯着腰，然后一直要再去做这个弯腰直腰这么动作，然后一直每天就是在不同角度再去给猫狗修毛。而且这边其实很难做到老板不干活，这边全部是老板是累得像狗一样，员工在旁边就是比较清闲的类型。你给猫做一个比如洗澡啊或者剪毛怎么收费啊？大概你了解？其实这边做猫的比较少，首先就没有人愿意做猫。以我了解，就是做猫的本身就很少，大概在70刀到100刀之间。那很贵啊。对，那你其实要不了1个小时吧，半个小时搞定了。没有那么快，要1个小时。对，你要是给它剪毛的话，还是要1个多小时吧。而且你还要在家吹干的时间嘛。
你给它洗完了以后吹干就差不多因为猫要搁到烘干箱里比较慢，大概要40到50分钟的样子，然后出来然后再给它剪毛，你怎么着其实打个2个小时其实还是要的。那你的时薪也是相当高啊。那是的呀，对，所以就是这个做 grooming 做这个猫狗洗护方面门槛相对于在这边也比较低，回报也比较高。你如果开个店的话，肯定会需要有政府的很多许可呀，这个麻烦吗？就相对于还是比较简单的。对，它不会要求像国内有一个所谓的注册资金是吧？对，营业执照。对，这边基本上你把所有的，你像你申请一个这个 incorporation 的这个 license 500块钱，也不需要你有任何注册资金，然后你就店直接开起来了。你其实你就算是之前找律师找会计把这个之前做账做好，也1000块钱打底开 business 就够了，然后其他的费用全部就是你租店、进货、员工工资这些方面的周转了。政府打交道那一块就1000多块钱就解决了。也足够对，那还是相当容易，就是1天之内办下来，1天之内办完。不，一个星期左右吧，一个星期。因为我上次办的时候也是找人帮忙办的，我也不熟悉这些东西，但是他们好像代工费就是500块，然后可能你交给政府的费用就是几百，我也忘了，反正是肯定是1000刀之内的。亲爱的，你们来了，卸货了，来。哦，你有客人在是不是？不是我朋友。哦，朋友可以。帮忙弄店。你老公呢？要不要帮忙拿东西？他在里面，等一下我叫他。来帮忙接货了。这个是 boss 对不对？对。哎呦，珍珠这是 boss 来。哎呀 ，boss 我第一次认得你是谁呀？他们家5只小狗长得都一样的，从来没有分出来过。这是小珍珠，是老五是不是？是小老五。哇！这什么品种？泰迪。这是泰迪。好，我们卸吧。加油！我这边是mix 的是20箱，然后 original 拿了5箱，所以我还缺你5箱的 original。OK， 我们先把 original 搬完。好。好的。叫他用 POS 机可以。OK。你要还有，你就加这个底下是有3箱，对不对？行，我应该是出来的时候没有数错。那你就先放在那儿，到时候展示用就好了。也行，那我好吧，你就先放那儿吧。行。因为我那里面混的那个小米沙，有的客人就不知道原味的是怎么样，给他看一下原味的是有啥。对 ，OK， 好，行了，拜拜，珍珠拜拜，不对，这是 boss， 这是 boss， 在里面，珍珠拜拜。一猫的老公经历了什么让他险些上面？经历生死之后，他对加拿大的医疗制度有着怎样的看法呢？让我们下期视频揭晓。